某虽不才，愿即断董卓之头，悬之都门，以谢天下。哎呀，如此胆啊！公元175年，大汉西平4年，曹操升任为洛阳北都尉，开始了自己的宦海生涯。此时的曹操充满了自信，他是太尉曹嵩的儿子，他爹可以轻轻松松拿出1亿钱。去年自己被举为孝廉，拿到了仕途的入场券。1年以来，在家里人的运作之下，他被火速提拔。年仅20岁的他就已经做上了京官。曹操或许踌躇满志，觉得自己好好干，跟随着大汉的步伐，到退休的时候一定能实现自己的夙愿，当上大汉的征西将军。因此，出于对大汉的忠诚和理想主义精神，他升任北都尉之后，开始严刑峻法，造5色大棒，专门打击皇城根底下的权贵。最轰动的便是对大太监蹇硕的叔叔下手。曹操毫不留情，以违禁夜刑的罪名，将蹇硕的叔叔用5色大棒处死。整顿行动声势浩大，一时间整个洛阳京城无人不知曹操之名。同时，有一些人也对曹操产生了不一样的看法，他们结交曹操，利用曹操，跟曹操拉帮结派，组建网络。其中就有曹操一生的敌人，或者说朋友刘备。这就要牵扯到一段隐秘的往事了。因此，今天在综合了很多观点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刘备早年曾频繁出入洛阳，而且结识了很多权贵，而且这些记录通通被刻意删除了。西平4年即175年的洛阳，繁华雍容庄严。那时的大汉光辉照四方，没有黄巾起义，没有3分天下，甚至没有10常侍乱汉。老家幽州涿郡的刘备第一次来到了大城市洛阳。尽管家里穷得叮当响，只能靠卖点鞋来换点微薄的收入，但是刘母依然坚持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理念，让刘备和族里的亲戚刘德然借助本地刘氏宗族好不容易凑出来的钱，一起去长安留学。与刘备和刘德然一起同行的还有一个来自更北边的小伙伴，他叫公孙瓒。而且史书也明确说了，刘备和公孙瓒在这时已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公孙瓒也常常像个兄长一样，在人生地不熟的洛阳照顾呵护刘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30岁时的刘备会放弃高唐县令的职位，跑去投靠公孙瓒。你看，2个少年的友谊，或者说2位豪杰的交往，其实已经在15年前就埋下了伏笔。但是到了洛阳之后，刘备和公孙瓒在学习上的表现可谓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2人共同在当世大儒，同时也是老乡的卢植门下学习。公孙瓒非常珍惜这次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留学，他刻苦努力，尊师重道，学习成绩很好。而我们的大耳贼刘备却天天是翘课出去玩。旷课也就算了，刘备竟然还拿着宗族好不容易凑出来的学费，去学着洛阳的那些上流社会，沉迷于那些最流行的奢侈品，比如狗马、音乐、美衣服。刘备的堕落让人痛心恨铁不成钢。但是别急，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穷得冒泡的刘备会喜狗马音乐？最关键的是，这些花哨的玩意儿，刘备是跟谁一起玩的？首先，最有可能的就是跟公孙瓒一起。说不定刘备感觉自己的堕落固然让人不悦，但是别人的努力更让人烦恼，而拉着公孙瓒强行娱乐。当然这是开玩笑。其实除了公孙瓒，刘备在洛阳的很多经历都被隐藏了起来。比如说，他早早就认识了曹操。根据《英雄记》记载，灵帝末年的时候，也就是189年前后，刘备又返回了洛阳京师。说返回洛阳是因为175年刘备求学没多久就离开了京师，因为他的老师卢植被朝廷派往庐江任职。汉代大儒的师门情谊深重，如果卢植离开洛阳，刘备要么一起跟着去庐江，要么就回老家。但无论去哪儿，刘备只是175年前后暂时的在洛阳生活过，随后便离开了。但是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一次一离京入了10余年的刘备，一回来就干了一件很惊悚的事，他竟然跟曹操一起回到了曹操的老家沛国，招兵买马，准备搞事情。那么问题又来了，一个来自幽州边境毫无名气，甚至刚丢了官的陌生人刘备，怎么可能在巍峨的首都里找到汉2代的曹操呢？就算找到了，曹操凭什么跟刘备一起共事？
还是一起去老家招兵这种异常紧要的事儿。关键词就在这个父字，就是又的意思。也就是说，在这次跟曹操合作之前，刘备一定还有一次，甚至不止一次同曹操的交往。所以王粲才在《英雄记》中把189年俩人的合作称为父。有了之前一次甚至更多次的交往合作，这一次刘备再回京师，他才能轻车熟路地找到曹操，并跟曹操一起搞点大事情。那么我们就清楚了，其实175年在洛阳求学的时候，刘备就认识了曹操。那时候的曹操棒打权贵，那时候的刘备豪气干云，两人在20郎当的豪华年纪建立了友谊、信任，甚至理想。这才能解释在10多年后189年，眼看大汉将颓，尚且还有理想主义精神的曹操和矢志再造大汉的刘备一起又走到了一起，回到了乡野招兵买马，积蓄力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留学的时候身无余财的刘备会喜欢狗马音乐，因为在岁月静好的西平4年，上层社会就喜欢这一套东西。比如曹操的爱好就是飞鹰走狗，刘备拿着并不富裕的资金去大肆消费，就是想用乡里给他凑出的钱去打开与上层社会交往的渠道。话说回来，刘备拿着宗族的钱去努力开拓自己在上流社会的话语权，但其实汉末崩塌之前，刘备在洛阳活动的范围和交往的人绝对不只是曹操和公孙瓒。其实如果仔细看《三国志》，就会对刘备的一项技能感到疑惑，那就是他超级自来熟的天赋。因为无论什么样的英雄人物，当他们接触到刘备之后，总是会高看一眼，并且给予不俗的评价。比如曹操对眼下躲避至此正在种地的刘备明确表示，天下英雄使君与操。再比如刘备去投靠已经在河北呼风唤雨、实力强悍的袁绍，袁绍竟然会亲自出城200里迎接。再比如一向谁也不服的孔融，城破之前竟然向刘备求救，吓得刘备惊呼，孔北海竟然还知道我刘备。再比如著名狠人陈规、陈登父子，一个弄吕布如弄婴儿，一个评价袁龙豪气。就这样的人一提起来大耳贼也说刘备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而且以上评价都是在赤壁大战之前，换言之都是刘备一穷二白被人撵得满地跑的时候所做出的。当然也有人怒斥刘备，比如最可乐的就是袁术，他听到刘备率军攻击自己的时候，感到受到了奇耻大辱，说我袁术长这么大就没听过什么刘备。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么多的豪杰人物总是会一见面就会乐呵呵的跟刘备聊家常，总是不吝赞美的包养刘备，甚至那么多人都会选择与刘备合作共创事业呢？其实看完刘备和曹操在洛阳时被删去的过往，大家应该心里有一个隐隐的认知，刘备早年的事迹，尤其是在洛阳的记录被大量删除了。刘备的名声或许早在洛阳阶段就已经显闻天下了。跟大家的固有印象不同的是，刘备并非始终都势力单薄，相反，他曾经有过很多朋友，很多生死契阔的朋友。比如后来曹操的刺史千招，陈寿因为种种原因对千招的历史讳莫如深。在《三国志》里面，他只是扭扭捏捏地提到了在天下大乱之前，千招的老师曾经是大将军何进的弟弟车骑将军何苗的长史。除此之外的记载，便是千招辗转于各个领袖之间奔波的故事，完全没有提及他跟刘备之间到底是有什么关系。因此我们似乎能判断出，千招年轻的时候确实在洛阳生活过，主要是在车骑将军何苗手下的中央军任职的那个阶段。但是陈寿遮遮掩掩不敢告诉世人的事情，被后来我晋大喇喇的刻在了石碑上。原来千招竟然跟刘备是文景之交。晋人所立的燕门太守千招碑中明确有记载，千招和刘备从小就一块长大，两人英雄相惜，同心同德，为文景之交。只是后来千招投靠曹操，而曹操又已经跟刘备敌对，所以千招才无可奈何地低调起来，并因此在曹魏的仕途不佳。千招以及他曾经任职过的洛阳中央军，又是另一个与刘备有关的乱世故事被我们挖了出来。但是别急，我们继续，还有更多惊。184年，黄巾大起义爆发，摧毁汉帝国的大动荡来袭。这一年，刘备参军，跟随校尉邹靖带着自己的部队参与到血战黄巾的战斗中去。
九死一生之下，刘备获得了官职，任安喜尉。这本来是一段耳熟能详的效果。随后刘备鞭打督邮，丢掉了官职。但是先不去管鞭打督邮，我们把目光前移，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比如这个邹靖是什么人？继续扒就会有猫腻自己跳出来。根据现有的史料，这个邹靖我们发现他除了带领部队打过黄巾以外，关于他的记载还有2条。一条是《英雄志》里面记载，邹靖曾经跟公孙瓒一起打击胡人。重点来了，这个时候的邹靖官职是破虏校尉。另外一条，周平2年，由于大汉朝廷被羌胡人烦得够够的，时任北军中侯的邹靖曾经向大将军进言，发表过军事建议。而这时候的邹靖是北军中侯，是中央军里面中层甚至领导干部层的人物。无论是破虏校尉还是北军中侯，都说明了邹靖曾经长期在部队方面任职，而且也在中央及洛阳长期生活。对于邹靖这样一个位置高、责任重大的将领来说，剿灭黄巾这样严肃的政治任务是不可能随随便便交付给别人的。而刘备能在他麾下做事，要么是有别人给邹靖打了包票，要么就是邹靖和刘备早就相识。同前朝一样，军队、洛阳、就相识这样的关键词也出现在邹靖身上。我们基本上可以推断出来，邹靖和刘备也有来往，也有信任。邹靖也是刘备在洛阳的关系网络之一，只是他们的记载也被删除了。那么除了隐藏起来的曹操、被删除的千招和被忽视的邹靖，还有别的人被刻意隐藏了吗？还真的有，甚至可以说这个人的出现让刘备的面目变得更加真实、复杂，甚至厚黑起来。他就是袁绍。在《英雄记·曹操》开篇就冷不丁的记载，曹操和刘备曾经一起秘密计划，准备干掉袁绍。然而刘备却转过头就把这个计划告诉了袁绍。袁绍此时才恍然大悟，原来曹操想要消灭自己。简简单单几十个字，一个狗血的三角关系就这样诞生了。首先，刘备跟曹操曾经有过一段非常互信的蜜月期，两人经常谋划一些大事，包括但不限于干掉袁绍。其次，刘备跟袁绍也是非常的互信，刘备透露给袁绍的信息，袁绍高度认可，甚至即便刘备身在曹营，名义上是曹操的人，刘备也还拥有与袁绍沟通的渠道，而且袁绍对刘备的话依然选择相信。最后，眼下这个刘备左右逢源，同时取得两边互信的关键时刻，曹操和袁绍在表面上仍然是盟友，所以才会有曹操私下密谋干掉袁绍，袁绍收到消息之后才恍然大悟，大吃一惊。也就是说，此时远远没有到官渡之战袁绍曹操决裂对抗的阶段。也就是说，此时刘备跟袁绍说的话远不是刘备投靠他的时候才说的。那刘备是什么时候与袁绍建立了这么密切的关系呢？答案还是洛阳求学阶段。汉末天下大乱，社会治安恶化，各地都有一些小混混拉帮结派，做一些不干不净的事情。史书把这些现象称为游侠、轻侠之风。三国很多知名人物青少年的时候都做过这种事儿，比如孙坚、曹操、刘备、甘宁、鲁肃、许褚等。而其实最大的游侠头子是汉帝国根正苗红的好后生袁绍。史书明确记载了，袁绍年轻的时候曾经广泛结交天下游侠认识，甚至阴阳死士，以至于袁绍的死对头宦官党的赵忠也忧心忡忡地说，袁绍这厮好养死士，不知道这小子到底想干什么。而曹操和袁绍的渊源又颇深，这一点毋庸置疑。比如他俩小的时候一块长大，堪称是发小。袁绍算是大院子弟里面的头头，而曹操是袁绍这个小集体里面的重要骨干，从小就跟着袁绍混。比如《世说新语》里面一黑黑俩说袁绍、曹操俩人不干人事，去抢民女，去抢新娘子。结果袁绍不小心掉到灌木丛当中，动弹不得，眼看着新娘主人家马上就要追过来了，小机灵鬼曹操忽然对着四周大喊道，贼人在这儿！袁绍闻言大惊，迸发出全身的力量，一下子跳出灌木丛，两人逃走了。再比如年长之后，在《三国志》里面明确表示了，曹操不仅是好飞鹰走狗，而且还任侠放荡，即放浪形骸，意气用事，豪侠习气十足。而袁绍呢，也一样的，
在《后汉书》里面明确记载了，袁绍早年间喜爱结交各路人马，虽出身豪门望族，却广结社会下层的贤达之士，所以很多人都愿意投靠他。更别提灵帝死前搞出的独立于军队之外的七员八校尉，袁绍和曹操赫然在列。其实两人都是好乱分子，更重要的是，曹操此时是依附于袁绍一起搞事的。由此，一张以袁绍为核心的巨大的网络逐渐清晰了。袁绍借助自己四世三公的巨大声望，用邵氏朝野的政治能量，与以曹操为首的各类二代子弟建立关系，并继续向下层发展，豢养和结交以刘备这样为代表的豪侠及江湖草莽，从而在天下大乱之前，汉帝国分崩离析之前，就已经建立了参与乱世的自己的组织力量。而刘备或许就是袁绍这个隐秘的大团体当中一个异常重要的人物。他既跟曹操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又跟袁绍关系很好，既能在中央禁军手下参与剿匪，又与大将军长史的部下千招有着生死之交。因此我有一个猜测，其实刘备曾经是曹操的挚友和同盟，曾经是袁绍手下一个异常能干的骨干。他曾经和公孙瓒、千招、邹靖以及众多汉末豪杰人物在15岁那年的洛阳建立了超乎常人的友谊和信任。他曾经做出过一些事情，让孔融、陈登、刘表、袁绍、曹操这些帝国重臣和贵胄子弟眼前一亮，纷纷投来欣赏的目光。其实这些被删掉的事件和过往，那些讳莫如深的经历和关系人脉，早就使刘备此人的名声誉满天下了。最后我们来个阴暗小故事，或者说我们来还原一下刘备的形象。人们总说刘备漂泊半生，随波逐流，而真实的他，这个来自帝国边陲的少年，却早在15岁的时候就树立了永恒的志向，匡复汉室。人们总说刘备出身低微，是犯袭之旅不入流的小人物，然而真实的他取得了曹操的信任，也取得了袁绍的信任，甚至取得了绝大多数汉末英雄的青睐。人们纷纷称他是王霸英略。人们总说刘备哭哭啼啼、优柔寡断、妇人之仁，然而真实的刘备却喜怒不形于色，轻易不表露态度，做起事来心硬手狠，眼光坚毅。曹操、袁绍只是他理想下的棋子。人们总说刘备很幸运，怎么那么巧，关羽、张飞两个江湖草莽竟然拥有天赋点满的军事技能呢？然而事实上，刘备深知自己没有基业，所以早在少年时代就开始结交各类像关张一样的豪侠少年。人们总是疑惑，老刘到底使了什么手段，能让天下豪杰都对他高看一眼，纷纷夸赞。而实际上，刘备早年间的事迹虽然不为后人所知，但却被同时代的各路人马所敬仰、所重视。人们看到那个坚毅、厚重、有手腕的刘备向自己走来的时候，纷纷报以热切欢迎，由此开启了风云相会、共谋大业的征程。但是朋友们，我依然很困惑，袁绍的事迹都不曾被刻意删除，为什么要删除刘备的呢？陈寿到底在害怕什么呢？